我异父异母的姐姐是个大变态，仗着比我大发育早，经常对我起脸输出，不仅总是想突破姐弟的那道界限，甚至还会喊上她的闺蜜团，把我灌醉后在一起攻略。终于我熬到了成年的这天，成功解除了系统的防沉迷限制。就在我幻想着翻身做主人时，嘎吱一声，房门被打开，一个五官精致、皮肤白净细腻的女人站在门口，用慵懒的声音说道：“起来吃早饭了。”我吓了一哆嗦，下次进来前可以敲门吗？一听这话，她下意识将目光转向满是纸巾的垃圾桶。弟弟终于长大了，但是也要懂得节制哦。柳如烟语重心长地说道，表情却十分玩味。对于她突如其来的开车，我早已习惯，只好无奈地解释道：“这2天感冒了而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然而柳如烟却不打算停车，我信了，不过下次记得把门反锁。说完还冲我眨了眨眼睛。来到客厅，养母把我最爱吃的糯米糍粑递了过来，儿子多吃点，不够妈再给你做。柳如烟顿时有些吃醋，老妈你偏心。养母瞥了柳如烟一眼，今天是你弟弟生日，而且你要是有你弟弟一半懂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在这个家里，我知道自己是领养的，所以一直是听话又懂事，而柳如烟则叛逆得多，不仅高考违背父母意愿擅自报考艺校，上个月还偷偷跑去参加选秀节目。想到这里，我开口问道：“对了，老姐，你晋级没？必须晋级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”柳如烟得意地说道。我撇了撇嘴，也不知道是谁昨晚赖在我床上不走，死活要我给你投票。我拿出手机上网查看起了票数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柳如烟虽然晋级8强，但票数却是最低的，下一轮不出意外就会被淘汰了。不过这也在我意料之中。之所以柳如烟能晋级到8强，完全是因为她有一副倾国倾城的容貌。8强除了我，其他人都签约了娱乐公司，我单枪匹马能进8强已经很不错了。柳如烟不停地用勺子搅拌着白粥，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。这时我知道翻身的机会来了，老姐，你下次比赛的歌曲选好了没？还没想好。柳如烟头疼地说道。闻言我咧嘴一笑，我倒是有一首歌。来我房间。去你房间干嘛？柳如烟吐槽了一句，但还是乖乖走进了我的房间，并且熟练地把门反锁了。紧接着她就戏精附体，躺在床上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阿亮，你要对人家做什么？我们可是姐弟。见此我一脸黑线，老妈不想你当明星，我也不想触她老人家的眉头，所以这事还得保密。说完我就打开电脑插入一个 U 盘，随即一段轻快好听的节奏环绕整个房间。柳如烟一听这段伴奏，顿时来的精神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。这歌的词曲都是你写的吗？当然，我恬不知耻地说道。这首歌正是前世甜心教主的爱你，非常适合人美声甜的柳如烟。老弟，我爱死你了。说着柳如烟就朝我扑了过来，想要狠狠地亲上一口。见状我凭借灵活的走位躲开，随后白了他一眼说道，现在还想占我便宜没门。违背男子意愿未遂的柳如烟恼羞成怒，切，你的身子我早就腻了，你忘记我以前怎么把你屁股打肿了吗？那是小时候。我老脸一红，小时候他仗着发育早力气大，最爱干的事就是把我压倒当马骑。不跟你扯了，这首歌姐姐我就笑纳。柳如烟说着就要去拔走 U 盘，我却是拦住了她说道，等等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嘿嘿嘿，翻身做主就从今天开始了，我们可是姐弟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柳如烟脸色一红，娇羞地说道。见她这犯病的样子，我冷笑一声，你想得美，我是要你把我房间打扫干净。柳如烟有些失望地切了一声，还以为是什么无理的要求呢，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她也只得麻溜地打扫卫生。晚饭后，一家人欢聚一堂，我带着生日帽许愿完毕。老弟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柳如烟好奇地问道。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我一本正经地胡扯起来。我看你是许愿一柱擎天吧？柳如烟小声在我耳边嘀咕道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这破路也能开？不过好在父母没有听见。吃完蛋糕，柳如烟鬼鬼祟祟走进我卧室。老弟，明天陪我去录制现场吧？不去不去，我表示拒绝。姐给你介绍闺蜜认识，你以后也就不用跟五姑娘相依为命了。柳如烟诱惑道。她不提闺蜜还好，一提我更是不想去了。尽管柳如烟的闺蜜们都很漂亮，一个个身材好的不行，只不过她们跟柳如烟一样，都是秋名山老司机。想到当年被他们灌醉后跳辣舞的情景，我到现在都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你想要什么吗？眼看威逼利诱都不行，柳如烟撒起娇来，得加钱。我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取舍一般说道。闻言，柳如烟豪爽的拿出一沓钱放在我的床上，随后潇洒的转身离开。刚一回房间就打起来电话，于佑威，明天节目录制完，我带我老弟过来野炊，小奶狗也来吗？太好了！电话那头的闺蜜语气很是兴奋。另一边房间内，我突然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。次日9点，柳如烟就拉着我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。她今天是百褶裙搭配浅蓝色松垮单衣，打扮的十分甜美可爱。距离开始录制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休息。这时她的临时经纪人走了进来。柳如烟，你目前的票数最低，淘汰后有考虑签约娱乐公司吗？张丹直言不讳地说道。丹姐，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面对外人，柳如烟一直是一副乖巧的模样。等到张丹离去，柳如烟就恢复了本性。老弟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我一愣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就问到什么想法？就是导师里有2位是女导师，你长得这么帅，要不帮我一下？我一阵无语，果然不是亲姐能干出来的事。开个玩笑，我可舍不得把你送给别人。等过了法定结婚年龄，我就拉你去民政局登记。柳如烟笑嘻嘻地说道。很快就到柳如烟上台表演了，我在后台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一切。随着前奏缓缓响起，4位导师都不禁眼前一亮，他们对柳如烟还是有印象，不过也只是停留在颜值上。歌声响起，观众们也沉浸在舞台上的歌曲中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唱到这里，柳如烟还做了个打电话的动作，配上今天的穿搭就更显得甜美俏皮。听到这欢快的歌曲，台下的导师周子明现在可以肯定，柳如烟演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，伴奏轻快，歌词活泼动人，简直是为了柳如烟量身打造。观众们也纷纷议论。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什么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把少说一点，想陪你过这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
柳如烟做出个比心的手势，对观众俏皮的眨了眨眼。观众席上一个个的年轻人不停傻笑。录制结束，柳如烟最终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全票。回到休息室，柳如烟激动的扑向还在玩手机的我，整个人直接挂在了我身上，修长的双腿熟练的缠住我的腰部，手则是疯狂揉捏着我的脸。看把你乐的，现在又没有确定你能晋级。我艰难的挤出这句话，你懂什么？有了导师的这些票，我肯定晋级4强了。柳如烟开心的说着，随着手上力度的加大，沙发也发出嘎吱嘎吱的怪响。丹姐，我突然朝着门口喊了一句，柳如烟吓了一跳，赶忙转头看去。也就在这时，我吹起反攻号角，2级反转压制住了柳如烟。臭弟弟，你骗我！柳如烟发觉被骗，惊呼出声。我却是嘿嘿一笑，小时候被你起脸输出就算了，现在长大了还能容你作威作福。说着我就以牙还牙捏起了柳如烟的脸蛋。嘿嘿，你别说手感还真不错，我已经从质疑他到理解他了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成为他时，休息室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。柳如烟，你太厉害了，到时候你们继续，我等会再来。丹姐，我在跟我弟闹着玩呢。柳如烟赶紧站起来解释，手也不闲着，放在我腰部猛地旋转。对，丹姐，我们在闹着玩。我倒吸口冷气附和道，看出来了，张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，很快就微笑着说道，柳如烟，你目前局势很乐观，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晋级到决赛。丹姐，我会加油的。柳如烟乖巧的说道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。我一愣，分明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加油靠你的几个字。加油靠你了。下午1点录制结束，我坐在出租车上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，直到车子停在一个黑色大奔旁边，我终于发现问题。只见一个穿着白色短裙，露出一双笔直修长美腿的女人冲我们挥手，一瞬间我瞳孔放大，不堪回首的往事袭来。只因2年前在老姐的生日会上，我正在角落美滋滋的喝着果汁，却突然被于有为拉去拼酒。阿亮弟弟，你喝一杯啤酒，我就吹一瓶，不过分吧？闻言我当即答应下来，我喝一杯，他吹一瓶，那还不是分分钟喝死他？却不料于有为喝了7、8箱依然势头坚挺，而我只喝了5瓶就彻底断片了，就连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都记忆全无。直到第2天看到于有为发给我的视频，视频中我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跳着脱衣舞，而老姐他们几个女生则不停的拍手鼓掌，大声宣称被我的舞姿给迷倒了。虽然后来在我强烈哀求下，他们删除了我那社死的名场，但从那之后，我每次看到于有为还是会想到那件事。这时于有为笑盈盈的对我说道，阿亮弟弟想我了没？我表情有些不自然的说了一句想，我也想你哦。于有为俏皮的说完就打开后备箱，将野炊工具挨个从车中取下来，随后用纸巾擦拭不小心碰到腿上的灰。顿时我被他那双笔直修长的大腿吸引了目光，只可惜穿的不是白丝，否则就更完美了。一个劲的傻看什么，赶紧过来帮忙。老姐突然催促道，来了。我应了一声，将烧烤架搬到远处的草地，真美。老姐戴着墨镜坐在毯子上，看着绿油油的青草地，忍不住感叹一句。于有为也是惬意的伸了个懒腰，只有我在大汗淋漓的搬着帐篷，你俩倒是挺享受，感情把我忽悠过来当苦工是吧？闻言于有为朝我看了过来，说道辛苦，我才想起来没抹防晒霜，要不等会你干完帮我涂吧。说完他还抬起一条腿压在另一条上，看着于有为那双美腿，我感觉体内突然有无穷无尽的力量，10分钟之内搞定。死鬼！柳如烟忍不住吐槽起来，我以前让他帮涂防晒霜也没见他这么激动。你是他姐？阿亮当然没兴趣了，谁要当他姐啊？不当姐当什么？老婆吗？于有为打趣的说道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他又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这样我就能欺负他一辈子。柳如烟，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啊！危险？什么危险？我凑过来说道，自己涂后背的确很危险，手臂很容易骨折，但我可以帮你涂后背，不收钱。见我这副不对劲的样子，老姐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，但于有为却不管这么多，直接伸出美腿让我做了个保养4趴。这一幕看得周围野炊的人纷纷嫉妒起来，一个人带2个美女，看你明天早上起来腰子还不废了。休息了一会，老姐和于有为就去放弃了风筝，我则是咸鱼般的躺在草地上。这风筝怎么飞不起来？跟阿亮一样都是没用的东西，连3秒都坚持不了。老姐擦了擦额头的香汗，选择放弃。那是你技术不行，技术好的话别说3秒，3个小时都能坚持。我走过去拿起风筝开始秀操作，没过多久风筝就在空中屹立不倒。行啊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。老姐接过风筝线玩得不亦乐乎，不愧是天天做手艺活的。顿时我就傻眼了，放风筝跟做手艺活有半毛钱关系？因为于有为要开车，晚上并没有喝酒，这也让我庆幸躲过一劫。吃着烧烤唱着歌，然后就躺在草地上看星星。期间老姐和于有为疯狂开车，我也早已经习惯，反正车门已经焊死下不了车，也就只能被迫享受了。清晨回去的路上，也不知道下次跟于有为聚是什么时候。老姐叹了口气，放心好了，我赌5毛钱，他不出半个月就会辞职。从于有为开的那辆大奔就能看出来，他家并不缺钱。今年大学刚毕业的于有为，光是工作就换了7、8次，每次都是干几天就辞职，然后开着那辆大奔潇洒离开。回到家中，刚打扫完卫生的姜母说道，儿子，中午你想吃什么？妈你做什么我都爱吃。我疯狂拍皇太后的马屁，就知道哄我开心。行，中午妈给你做红烧肉吃。随后扭头看向躺在床上的老姐，你想吃什么？椰子鸡。听到了你中午想吃红烧肉，老妈选择性无视了老姐的话。老妈和我聊起天，你姐昨天录节目咋样？老姐上个月偷偷报名参加选秀节目，让老妈很是生气，但事已至此，老妈也只得接受。表面上老妈对老姐参加选秀毫不关心，实际私下里节目一期不落的看完，还让街坊邻居给老姐投票。晚上8点选秀节目准时播出，一家人整齐坐在沙发上，爸妈该我上场了。9点10分，老姐激动地说道，我则是认真的撸猫，早就知道结果了。如果不是老姐强迫我看节目，此时我应该在峡谷畅游。不愧是我女儿，好听。老爸竖起大拇指，前几期节目他看了，女儿表现平平，可这期节目让老爸对女儿刮目相看。儿子，这首歌是你给如烟写的。看完节目后，老妈敏锐抓住重点，我点了点头，随意的说道，我知道老姐很难晋级，干脆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把我之前写的歌给她唱。老妈微微点头，心中不免有些难过。如果不是我小时候高烧不退，导致嗓子烧坏，也许现在夺冠的应该就是我了。想到这里，老妈便心如刀绞。我先睡了。老妈起身前往主卧，老爸叹了口气，知道老婆是偷偷去房间抹眼泪了。看着老妈离去的背影，我也回了自己的卧室。5岁自己那场大病，老妈心中自责，觉得没有照顾好我。当我躺在床上思考怎么解开老妈心结时，房门打开，老姐从门外探出脑袋，老弟电脑借我用用，没打扰你做针线活吧？还是说已经结束了？我直接无视了她的开车说道，你房间不是有电脑吗？
吗？别提了，那电脑跟你一样中看不中用卡的要死。老姐穿着粉红色卡通熊睡衣，翘臀坐在椅子上打开了电脑，即便卸完妆，她的颜值依然耐打。老弟，电脑上的学习资料是什么？老姐看着名叫学习资料的文件夹问道。别打开，我已经赶忙开口阻止。阿亮想要制止柳如烟的危险举动，柳如烟眼疾手快，鼠标快速点击学习资料，请输入密码。密码多少？柳如烟扭头问道，差点忘记自己还设置密码了。阿亮大字型躺在床上，想要密码，除非杀了我。阿亮仗着密码有恃无恐，瞧你这副德行，不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吗？老姐，我多的是，随随便便给你发个几十句的种子。柳如烟撇了撇嘴，随即打开未来星星官网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阿亮一副纯洁的模样。阿亮，20万票了！柳如烟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。节目播出到现在仅过了3个小时，柳如烟从13万票狂飙到20万票，排名从第5坐火箭般窜到第2，西优乐第1的头衔无可撼动，从38万票冲到45万票。如果说柳如烟凭借颜值过5关斩6将晋级到8强，那么西优乐就是才华和美貌兼得，所以才会获得大量观众的支持，确定晋级4强。柳如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下次录制你要唱什么？阿亮问道。燕京台会跟未来星星冠军签一份专属合同，给予大量资源。虽说因为西优乐，柳如烟夺冠很难，可不是有自己吗？我真要给你说呢。节目组不知道抽什么风，让4强选手以狄星邦为题演唱一首歌曲。柳如烟头疼地说道，她本来精心准备了一首跟《爱你》差不多的歌曲，将甜美可爱风贯彻到底，现在看来用不上了。狄星邦，阿亮对他有印象，短跑运动员，外号亚洲飞人，多次打破世界纪录，获奖无数。以狄星邦为题，节目组是明示选手演唱一首励志歌曲了，但蓝星多数励志歌曲普遍音调很高，且适合男歌手演唱，适合女歌手演唱少得可怜，几乎没有。提到励志歌曲，阿亮脑海中立刻闪烁出一首歌《追梦赤子心》，可这首歌怕是柳如烟没唱到一半，直接缺氧嗝屁，到时候自己就成独生子了。阿亮，柳如烟挥了挥手，试图唤醒正在发呆的阿亮，我这里有一首歌，很适合你唱，也符合下期节目的主题。阿亮回过神来说道，什么歌？柳如烟美眸闪烁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，明天告诉你。柳如烟不乐意了，勾起我的兴趣还卖关子，以床为战场，当即就想跟阿亮大战300回合，以武力服人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阿亮挑了挑眉，张牙舞爪准备一番大战的柳如烟瞬间变脸，好弟弟，人家错了啦，腿酸不酸，姐姐给你捏捏腿。柳如烟化身可爱小猫咪，要多温顺有多温顺，求我就喊好弟弟，平常就喊我没用的男人。阿亮鄙视地看向柳如烟，明天再告诉你。阿亮指了指卧室门，哼，臭男人就知道欺负人家。柳如烟只得离开，房门反锁。阿亮进入系统商城，系统定制一首歌要多少声望值？1万。机械冰冷的话传进阿亮耳中，宿主也可以通过抽奖获得歌曲，只需5000声望值。阿亮看了眼自己的声望值，不多，仅有3万，要不然先开个盲盒抽个奖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歌曲《忐忑》。阿亮脑海中幻想柳如烟唱《忐忑》的画面，阿亮绷不住了。抽奖虽然便宜，可抽到阿亮满意的歌曲还是太难。系统，我要定制一首歌曲。阿亮将要求详细说了出来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歌曲《最初的梦想》。听到是这首歌，阿亮觉得花费1万声望值赚了。最初的梦想当年的火爆程度可谓是传遍大街小巷，经典励志歌曲，非常适合柳如烟演唱。但在阿亮看来，柳如烟凭借这首歌力压群雄，票数反超西优乐还远远不够。狄星邦，阿亮在键盘上敲下这3个字，一抹鱼白从远处升起。阿亮喝光杯子中最后一口咖啡，亲爱的老弟，姐姐给你送早饭来了。柳如烟打开房门，粥有点烫，姐姐吹凉为你。柳如烟讨好的说道。当看到阿亮眼睛布满血丝，满脸疲倦时，柳如烟将粥放在桌子上。柳如烟从电脑屏幕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狄星邦。阿亮好像在剪视频，剪的还是关于狄星邦的视频。柳如烟似乎有些懂了，心中很是感动。一晚上没睡，柳如烟声音温柔，坐在床边端着热气腾腾的粥，来，姐姐喂你。柳如烟轻轻吹了吹粥，勺子放在阿亮嘴边，这粥不会有毒吧？看到柳如烟罕见的温柔举动，阿亮想到，别光喝粥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糯米糍粑。都说古代帝王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阿亮也切身实际的体验了一把。吃饱喝足，阿亮强撑困意，从口袋掏出 U 盘，想要吗？柳如烟知道 U 盘里面有什么，自己又是给阿亮喂饭，又是按摩端洗脚水的，不就是为了让阿亮给他写歌吗？好弟弟，给人家吗？嘤嘤嘤，人家对你这么好。柳如烟开始撒娇，对阿亮狂抛媚眼，换做正常男人，柳如烟一轮攻势下来早就招架不住，丢盔卸甲大喊饶命，但阿亮却习以为常，甚至有些想笑，一顿饭就把我打发了，那好弟弟想要什么？柳如烟嗲嗲的道，等会我要洗澡，你先去把水温调好。阿亮把玩着手中的 U 盘，行，奴家这就帮好弟弟调水温，先别急，还记得之前你给我刷的宝典吗？继续刷，我可是花了79块钱买的，马上就过期了。阿亮继续说着条件，其中包括让柳如烟勾引小哥哥，让自己手游上王者，买西瓜和草莓提前在冰箱冻上等等。听着听着，柳如烟笑容凝固，这是把自己当牲口使啊！你个没良心的，我是你姐不是仆人。柳如烟扑向阿亮，轻而易举将阿亮压倒。阿亮暗道糟糕，自己一晚上没睡，现在相当于打团的时候套虚弱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给我！柳如烟欲要抢夺 U 盘，奈何迟迟没有得逞，两人展开争夺战，一会滚到左边，一会滚到右边，幸好床足够大，不至于滚到地板上。慌乱中，阿亮灵机一动，将 U 盘扔在柳如烟够不到的地方。柳如烟伸手去拿，阿亮成功反压制，居高临下看着动弹不得的柳如烟，给你机会不中用啊！阿亮得意的道。柳如烟撅着嘴，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，看起来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，给我吗？然而装可怜对阿亮无效。老妈。
你儿子非礼我！柳如烟大声说道。客厅看电视的刘母瞥了眼卧室，多大人了还闹，都给我停手！在皇太后的干涉下，这场闹剧草草结束。柳如烟也成功获得 U 盘，本来就是给你的。阿亮打了个哈欠，阿亮。我也没见你外出过，这首歌编曲你怎么搞的？柳如烟好奇地问道。他对最初的梦想很满意，可让他费解的是，阿亮不仅把歌词给他，还把编曲也制作好了，包括上次爱你也是一样，我托朋友帮忙编的曲。阿亮随口道。洗完澡回到房间倒头就睡。最新一期未来星星播出后，柳如烟唱的爱你持续发酵。友情提示：听爱你配合视频观看体验感更佳哦。甜甜甜，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妹子？我一个女生都沦陷了。柳如烟有什么好的？睡觉喜欢蹬被子，还总是喜欢跟我贴贴喊老公。楼上的谁尿黄呲醒她？爱你大火，甚至登上微博热搜15。而网友对这首歌看法则是：边听边看体验感更佳，一首在好听的歌听多了总会腻，爱你也不例外。可配合着视频观看的话，怎么听都不会腻。柳如烟每个动作配合歌词都恰到好处，甜到人心坎里面去了。别说男生，就连女生也被柳如烟的甜美沦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柳如烟票数喷井式增长，一天的时间票数就达到30万，稳坐第2位置，这让排名第3的徐学文感到深深的无力。节目刚播出，徐学文跟柳如烟票数差距并不大，一个20万，一个18万。徐学文本以为能够反超，然而梦想总是美好的，他还在原地踏步，柳如烟早就把他远远甩在身后。明天要去录节目，4强晋级到决赛。刘母表面上不以为然，私底下却在为柳如烟拉票，还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哟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下班回家的柳父看着一桌子菜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没什么特殊日子，心情好。”刘母把筷子整齐放好。阿亮偷笑：“老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”这顿饭显然是给柳如烟准备的，椰子鸡可是柳如烟最爱。你哥练得怎么样？饭桌上，阿亮跟柳如烟闲聊：“老姐，我可是天才，区区一首歌而已。”柳如烟道：“不过丹姐对我很照顾，专门给我找了个练歌房。”柳如烟盛了碗鸡汤，小口品尝。8强选手就你没有签约娱乐公司，爱你大火，他肯定照顾你。等节目录制结束，邀请你加入他所在的娱乐公司。阿亮分析说道：“无论柳如烟最后有没有夺得冠军，此时他的人气不逊色一名2线明星。”阿亮估摸，不光张丹盯着柳如烟，其他娱乐公司经纪人也在蠢蠢欲动。那我要不要加入丹姐所在的娱乐公司？她对我挺好的。柳如烟夹起一块红烧肉，老妈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，是除了椰子鸡她第2爱的美味。现在肯定不着急，等到节目录制结束再说。阿亮提议道：“我又不傻，我看你也不怎么聪明。”阿亮打了个饱嗝，他还真怕柳如烟傻乎乎跟张丹签下合同，万一拿到冠军，有更好的合同哭都来不及。老规矩，明天陪我去录节目。柳如烟用胳膊肘捅了捅阿亮，老规矩，500大洋，你就可净坑我的钱吧。柳如烟从钱包掏出500大洋，儿子，你很缺钱吗？柳父微微皱眉，阿亮一个月零花钱2000，应该足够用了。刘母更夸张，直接掏出钱包开始数钱。爸，我不缺钱，就是喜欢坑老姐的钱。阿亮笑着道：“爸，他不缺我缺。”柳如烟哭唧唧说道。尤其是看到老妈数钱准备给阿亮时，算了，谁是亲生的？看电视剧去了。柳母起身离开，我有工作还没做完。刘福走进书房，未来星星录制现场，现场工作人员热火朝天的忙碌着。化妆间，阿亮百般无赖的玩着手机，抬起头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哟，这不是舔狗吗？阿亮看向正在化妆的伊修明。上次录节目时，伊修明化身舔狗试图讨西优乐芳心，就因为西优乐看了自己一眼，就阴阳怪气自己是小白脸。阿亮自然也没惯着伊修明，舔狗2字直接让伊修明破防。节目组总导演来到化妆间，对选手大致讲了下流程。此时阿亮才知道，伊修明是作为特邀嘉宾前来参加节目。毕竟3年前伊修明是在未来星星出道，虽然拿了个4强，可却是混得最好的选手。而4强晋级到决赛，4名导师包括伊修明手中都握有5万投票权，不可叠加。这意味着导师们投票要更加谨慎。阿亮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伊修明会把票投给西优乐。优乐，你今天真美。伊修明对着旁边西优乐道：“我跟你不是很熟。”西优乐表情冷漠，伊修明笑得很尴尬，扭头却看到坐在沙发上的阿亮，感受到伊修明的目光，阿亮嘴巴张开，舔狗。伊修明清楚看到阿亮的嘴型，绝对是舔狗。不对，舔狗说完好像还有2个字，好像是傻逼。化妆间看出阿亮嘴型的伊修明脸色阴沉，可想到阿亮和柳如烟的关系，伊修明嘴角扬起抹笑容，他可不是个心眼多大的人。走吧。化完妆的柳如烟拍了拍阿亮肩膀道：“老姐，我运气不错，抽签抽到4号上场。”柳如烟开心地说道：“录节目这么多期，他还是头次压轴出场，别忘记我剪的视频。”休息室，阿亮提醒道：“放心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忘记？”刚到现场就交给了副导演。柳如烟坐在沙发上道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百合香。在化妆间，化妆师一个劲地夸柳如烟皮肤好，语气满是羡慕，还请教她怎么保养的皮肤。柳如烟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跟化妆师交流经验。欢迎大家来到未来星星第9期录制现场。经过激烈角逐，4强选手诞生。美女主持人微笑面对镜头，她们分别是西优乐、柳如烟、徐文学和王文轩，其中西优乐累计票数80万位列第一，柳如烟累计票数50万，徐文学和王文轩分别是30万、25万票。因为仅有4位选手，节目组刻意将节奏拉慢，方便后期进行剪辑。舞台上被淘汰的选手上场接受采访，留下他们在未来星星最后的镜头，墨迹了半个多小时。期间，女主持人又介绍了特邀嘉宾伊修明。伊修明出现后，现场500位观众纷纷发出欢呼声。伊修明主演的电视剧《霸道总裁请自重》在燕京台热播，近些天又频频登上热搜，可谓是风头正盛。有请第1位选手徐文学演唱歌曲《热爱》。热爱是蓝星一首经典励志歌曲，对演唱者要求很高，尤其是副歌部分有好几个高音。徐文学选择这首歌曲，倒也算符合节目组的主题。休息室，对了，老姐，西优乐抽中了几号？阿亮开口问道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柳如烟有些吃醋。3号。柳如烟道。3号。阿亮点了点头。目前柳如烟跟西优乐票数差距仍然很大，有30万票之多。想要逆风翻盘实现反超，今天柳如烟必须要获得4位导师青睐，拿到他们手中的5万票，以此来缩小跟西优乐之间的差距。当然
然，舔狗一休明就算了，啪啪啪，现场掌声雷动，打断了阿亮的思绪。首位登台选手徐文学演唱结束，获得导师们频频点头，能够从上万人海选中杀进4强，没有一个善茬。徐文学自我感觉良好，热爱最难的就是副歌部分的高音，徐文学却完美演唱出来，4位导师皆是给予很高评价。紧接着便是2号选手王文轩演唱歌曲《追逐理想》，这2人表现都不错。一名导师说道：“追逐理想是摇滚天王孔心腾的成名曲，以摇滚乐方式讲述他未成名之前的辛酸。恰好迪星帮在没有夺得奥运会金牌前，也有段心酸的过往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梁心怀正襟危坐，比起前面2位选手，他更期待奚优乐和柳如烟演唱的歌曲。奚优乐往期节目表现稳定且又出色，是梁心怀看好的夺冠人选。柳如烟的话，上次录制节目时那首《爱你》让梁心怀至今都有画面。接下来有请奚优乐演唱歌曲《无悔》，听到歌名，梁心怀就知道是一首原创歌曲。轮到奚优乐上台了，阿亮打起精神，柳如烟见状醋意涌上心头。前面2个人上台，阿亮一副兴趣缺缺的模样，奚优乐上台，阿亮精神头十足。小色狼，柳如烟悠悠说道：“我允许你喊我色狼，但请在前面加个大字。”阿亮纠正柳如烟的话：“我怎么知道你大不大？要不现在让我看看。”柳如烟笑盈盈的道。阿亮道：“自己的开车技术还是太稚嫩。”面对老司机，柳如烟显得捉襟见肘，懒得跟你闹。阿亮看向电视，舞台上，奚优乐身穿一袭淡蓝色长裙，宛若瀑布的秀发自然披散，白皙如玉的脖梗带着颗蓝宝石，高冷且优雅。伴奏缓缓响起，灯光汇聚在奚优乐身上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奚优乐嗓音清澈透亮，听起来悦耳舒适。不过让阿亮更在意的还是无悔的歌词，特别是副歌部分：“前途暗淡无光又何妨，无有青云之志可踏苍天，冷嘲热讽又怎样，无有鸿鹄之志无人挡。”还挺好听的。阿亮想到这首歌歌词颇有意境，配合奚优乐的清澈透亮的嗓音，很容易将听众带入进去。方便透露这首歌作词是谁吗？点评环节，梁心怀扶了扶眼镜，奚优乐果然没有让他失望，上来就给了他一个惊喜。节目组以运动员迪星帮为主题，摆明是让选手们演唱励志歌曲。蓝星大部分励志歌曲都不适合女生演唱，这对奚优乐和柳如烟而言有些不公平。奚优乐演唱的这首原创歌曲《无悔》，着实把梁心怀惊艳到，无论编曲还是歌词，全永思全老师。奚优乐说道：“全永思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梁心怀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全老写的词。全永思是谁？很出名吗？阿亮问道。当然出名了，全永思可是金牌作词人，随随便便写一首歌就能卖300-400万的天价。柳如烟道。这么看来，奚优乐很有背景啊，竟然能找到金牌作词人给他写歌。阿亮若有所思，他有金牌作词人，我有你。柳如烟表示一点都不羡慕，眼疾手快捏了把阿亮的脸，别人写歌都能卖300-400万，我都给你2首歌了，你就这么对待我？阿亮很是无语。奴家没钱，肉偿可以吗？柳如烟站起来对阿亮摆了个鬼脸，我要上台了，欢迎晚上去奴家闺房哦。阿亮依靠在沙发上盯着电视，请4位导师和特邀嘉宾投票。女主持人说道：“我把5万票投给奚优乐。”一休明道。听到一休明的话，4位导师侧目望去，梁心怀脸色不悦。一休明这是什么意思？选手们还没有全部表演结束，一休明就把手中5万票投了出去。由于票数不可叠加，4位导师都选择选手表演结束，最后再进行投票。奚优乐演唱固然很好，万一柳如烟比他表现还要出色呢？梁心怀低头擦拭眼镜，在他看来，一休明简直是在胡闹。点评环节，梁心怀就看出来了，一休明压根什么都不懂，却疯狂尬吹奚优乐。别说他，就连舞台上奚优乐听的都尴尬。其他4位导师呢？我再看看。梁心怀强压怒火，没办法，一休明是近些年爆火的小鲜肉，流量明星。节目组之所以选择他为特邀嘉宾，看中的就是他的人气提高收视率。可一休明不懂却装懂，这是让梁心怀没有想到的。除了一休明，其他4位导师皆是选择柳如烟表演结束投票。请欣赏选手柳如烟演唱歌曲《最初的梦想》。柳如烟紧握白色话筒走上舞台，聚光灯闪烁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灯光没有照耀在柳如烟身上，舞台漆黑一片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柳如烟的影子。这是什么操作？梁心怀调整好情绪，聚精会神看向舞台。除了那首《爱你》，柳如烟能突破8强就是因为颜值，别人是扬长避短，柳如烟倒好，故意将灯光打暗，不以真容示人，属于扬短避长了。突然，柳如烟身后的大屏幕亮起，伴奏和视频同步播放。视频的主角赫然是本次节目组出的题目，拥有亚洲飞人美称的运动员迪星帮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的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到得到远方？柳如烟精准切入伴奏，大屏幕正在播放迪星帮16岁参加学校举办的跨栏比赛。此时的迪星帮稚嫩羞涩，面对镜头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。记者采访询问这次比赛期望时，害羞的迪星帮目光坚定，我要夺冠。谁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16岁的少年，未来会多次打破世界短跑纪录，为国争光，斩获多块金牌。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么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相较于奚优乐嗓音清澈透亮，柳如烟多了几分沙哑。从阿亮手中得到这首歌后，柳如烟没日没夜的练习，导致嗓子有些沙哑，因祸得福听起来却更有味道。视频仍然在播放，16岁的迪星帮初次参加比赛，因为紧张错失冠军，站在人群中眼神羡慕地看向颁奖台的冠军。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，怎么能在半路上返航？歌曲高潮部分来临，视频更是如此。迪星帮在参加蓝星14届奥运会110米栏鱼赛时，跨越首个栏杆时摔倒在地，捂着膝盖表情痛苦。此时的迪星帮早已经过了巅峰时期，并且患上严重的跟腱撕裂。望着捂着膝盖的迪星帮，现场鸦雀无声。随后一道声音响起：迪星帮加油！随后更多声音山呼海啸般传来：迪星帮加油！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，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在视频中人山人海，迪星帮加油声中，迪星帮咬紧牙关，单腿跳向终点。自此视频结束，柳如烟也成功收尾结束演唱。一曲
曲结束，柳如烟安静站在舞台上，等待导师和观众的反应。啪啪啪，掌声雷动，观众齐刷刷喊着柳如烟的名字。卧槽，这不是选秀唱歌节目吗？我怎么感觉看了一场电影？太牛了！当歌曲高潮部分，视频播放迪星帮摔倒，所有人大喊迪星帮加油的时候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简直震撼人心。柳如烟这首歌改变了我对励志歌曲的看法。谁说励志歌曲必须要声嘶力竭飙高音，唱出真情实感一样可以热血沸腾？观众心情久久无法平息，掌声更是如此。是啊。谁说励志歌曲必须要声嘶力竭飙高音？即便是柳如烟第一次看到阿亮剪辑的视频，同样震撼到了。柳如烟开始在网上搜索迪星帮的资料，了解的越深，对迪星帮就越钦佩。在演唱最初的梦想时，柳如烟将自己带入成迪星帮，用感情在唱。女主持人安静等待掌声消失，请4位导师点评。柳如烟，你很聪明。梁心怀率先开口，节目组以迪星帮为主题，是想让选手演唱励志歌曲。然而除了你，其他3位选手提都没有提起过迪星帮。梁心怀目光如炬，视频配合歌曲演唱，他还是头次遇见。更何况这则关于迪星帮剪辑而成的视频，内容恰到好处。正如观众所说，听着歌看着视频，仿佛在浏览一场电影。上期节目，柳如烟在演唱《爱你》，可爱甜美的动作让观众记忆犹新。今天柳如烟的这首《最初的梦想》以播放迪星帮的视频方式演唱，可谓是别出心裁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首歌的编曲、歌词也是你弟弟写的？梁心怀问道。视频也是他剪的。提到阿亮，柳如烟语气骄傲，视频也是他剪的。梁心怀惊讶地说道。柳如烟的弟弟在梁心怀心中愈发的神秘起来。首先，梁心怀可以确定柳如烟的弟弟很年轻，可在记忆中反复搜索，还是没有搜索到阿亮的名字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能够写出《爱你》最初的梦想这种歌词的人，即便年轻，也应该小有名气才对。你的这首最初的梦想不输西优乐的无悔。梁心怀表情认真地说道。全场哗然。梁心怀的评价是否太高了？要知道无悔可是金牌作词人全永思所写。阿亮是谁？观众听都没用听说过。看着观众的反应，梁心怀却不以为然。实话实说而已。他虽然不知道西优乐通过什么办法，竟然找到全永思为他写歌，可同样是原创歌曲，最初的梦想歌词、编曲、呈现的舞台效果都比无悔要高出一个档次。有意思的小家伙。梁心怀记住了阿亮的名字。其他3位导师对柳如烟的表演也是赞不绝口。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。一休明打破了融洽的氛围。柳如烟选手，你播放迪星帮视频的方式来博取观众眼球，未免有失公允。一休明侃侃而谈，未来星星是一档选秀歌唱节目，倘若所有选手都想着歪门邪道，那干脆就不用唱歌了。梁心怀看向一休明，眼神宛若在看白痴。你管这叫歪门邪道？柳如烟神情淡定。一老师，首先节目组以迪星帮为主题，我演唱时播放迪星帮的视频没有任何不同。其次，没有明文规定演唱时不能播放视频。柳如烟不动声色反对一休明。休息室的阿亮看乐了，自己号称无敌嘴炮王，都不敢跟柳如烟吵架，一休明怎么敢的呀？他一直这么勇的吗？正所谓舔狗不得好死。看到4名导师都在夸赞柳如烟，舔狗一休明急了。要是这么发展下去，4位导师把票投给柳如烟，女神西优乐岌岌可危。一休明不敢在歌曲上挑毛病，毕竟梁心怀那句最初的梦想不输无悔，评价高的吓人。既然歌曲不能挑毛病，一休明只得换个角度，却被柳如烟对得说不出话来。面对柳如烟的质问，一休明嘴唇蠕动，眼神求助看向身旁的梁心怀等人，谁知梁心怀理也不理他。一时间气氛冷场。女主持人见缝插针，一老师的提议，我相信导演会慎重考虑的。下面有请其他3位选手上场，导师们可以行使最终投票权了。女主持人的高情商发言，让现场不至于继续尴尬。很快，3位选手来到舞台，西优乐表情依然冷漠，其他2名选手垂头丧气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徐文学后悔莫及。视频配合歌曲进行演唱，这么好的点子自己怎么没有想到？剪辑视频又不是多大的麻烦事，花点钱就可以轻松做到。至于一休明说的什么歪门邪道，徐文学觉得是脑瘫发言。在规则允许下，就算是歪门邪道，徐文学也只恨用这招的不是自己。导师会把票投给谁？观众屏气凝神，万众期待。看着4名选手，梁心怀直接忽略徐文学和王文轩，倒不是因为他们发挥不好，而是西优乐和柳如烟太过出色。西优乐的无悔歌词意境很深，副歌部分梁心怀很喜欢。柳如烟不用多说，精心设计播放迪星帮的视频，配合最初的梦想这首歌，看到迪星帮在加油声单腿跳向终点，就算他这种泪点高的人也是鼻头一酸。我的5万票投给柳如烟。梁心怀说道。无悔这首歌不适合比赛演唱。另外一名女导师表情纠结，当说完这句话后，众人其实已经知道她的选择。我也投给柳如烟。大屏幕，柳如烟票数从50万飙升到70万。在西优乐表演结束，舔狗一休明就把票投了，80万提高到85万票。柳如烟跟西优乐仅差15万票，事情逐渐变得有意思起来。从节目组到观众，无一不认为今年未来新星的冠军是西优乐。从8强开始，票数最低的柳如烟突然爆种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票数快要反超西优乐。等到节目播出，谁输谁赢就彻底不好说了。你跟一休明有过节？回到休息室，柳如烟问道。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一休明平白无故找茬干嘛？那天你也在场。阿亮将事情简短的说了出来。难怪在后台你说舔狗不得好死，我还真以为你有感而发。感情是一休明阴阳怪气你小白脸。柳如烟恍然大悟，小白脸怎么了？姐姐我就喜欢小白脸，来让姐姐亲一口。柳如烟做事张开手臂，阿亮灵活躲闪，让柳如烟扑了个空。能不能回家再闹？柳如烟现在也算是公众人物，打打闹闹被拍到岂不是很尴尬？那奴家晚上洗好身子在闺房等你，没钱买歌只能肉偿了。柳如烟娇滴滴道，晚上我要通宵打游戏，没时间，明天也行，姐姐我呀有的是时间。阿亮跟柳如烟一边拌嘴一边走出录制现场。燕京台大门口，一休明舔狗人设不倒，站在西优乐旁边嘘寒问暖。优乐
别担心，柳如烟可是差了你15万票，冠军一定是你的。优乐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家？伊修明讨好的说道。西优乐直接选择无视伊修明，看到柳如烟和阿亮走来，眼神复杂。你应该庆幸有一位好弟弟。西优乐主动跟柳如烟搭话，目光却放在阿亮身上。最初的梦想的歌词、编曲通通是阿亮制作而成，视频配合歌曲演唱这么好的点子，甚至视频剪辑还是阿亮的手笔。柳如烟完全可以说是躺赢，这让西优乐心中很不服气。他怎么没有这么好的弟弟？谢谢夸奖。柳如烟挽着阿亮的手臂微笑说道，希望在决赛你依然有这么好的发挥。西优乐坐上出租车离开，这话怎么感觉是对我说的？阿亮摸了摸鼻子，那妮子一看就对你有意思，老弟你可小心点，别中了他的美人计，女人都是洪水猛兽。回家的路上，柳如烟道，你不也是女人？阿亮反问道，除了我是可爱温顺的小猫咪，喵喵喵。柳如烟做出个可爱的表情，你比洪水猛兽厉害多了。阿亮嫌弃的说道，没情趣的男人。眼见装可爱对阿亮无效，柳如烟恢复本性。话说回来，我没想到伊修明会是舔狗，之前还追过他演的电视剧呢。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的是，追西优乐这种高冷的女人，当舔狗绝对获得不了她的芳心。阿亮道，那要怎么追？柳如烟撩了撩秀发，诱导阿亮继续说下去，给他若隐若离的感觉。比如说西优乐心里知道我喜欢他，但是我偏偏不主动说出来，在他生日或者情人节的时候送他一束玫瑰花和礼物，送完就走。久而久之，西优乐就会对我好奇产生兴趣，甚至会主动联系我。欲盖弥彰，高手啊！柳如烟搂着阿亮肩膀说吧，用这招你泡过多少妹子了？阿亮擦，被柳如烟钓鱼了。说吧，用这招泡过多少妹子？我还只是个孩子。阿亮瑟瑟发抖。柳如烟的纤纤玉指已经放在他的腰间，原来是理论大师，差点忘记了，你前2天还在做针线活。柳如烟放下心来，柳如烟，你别诬陷我，我可从来没有做过手艺活。阿亮义正言辞地说道，我信你个鬼！柳如烟打开车窗透气，回到家中，柳如烟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母。刘母态度平平，儿子，你姐今天录节目情况怎么样？看着柳如烟正在跟闺蜜打电话，刘母来到阿亮房间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阿亮哑然失笑，天底下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？只是柳如烟违背父母意愿，擅自报考燕京艺术学院这件事，让老妈耿耿于怀，两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。老妈本想让柳如烟报考燕京大学，毕业后考公务员，最好找个本地人嫁了，安安稳稳度过余生。事已至此，老妈只能接受。妈，老姐吃了你昨晚做的椰子鸡，今天表现得特别好，4名导师都把票投给了她。阿亮如实说道，还不忘拍皇太后的马屁，就你嘴甜。刘母放下心来，你姐最近练歌嗓子都哑了，我特意买了些百里，你别忘记提醒她吃。刘母说道，妈，你告诉老姐呗。阿亮说道，听话。刘母抱着蓝胖子8月转身回到客厅。柳如烟这2天很忙，平均半个小时就要接一次电话，不好意思，我暂时没有加入娱乐公司的想法。靠在沙发的柳如烟毫无形象，美腿放在茶几上，精致小巧的脚丫有规律的摇晃，即便没有化妆，可在阿亮看来，柳如烟素颜其实更好看，清纯而又有几分俏皮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人家就是人美声甜，天天有娱乐公司邀请我加入。柳如烟得意地说道，他们要是知道你房间跟狗窝一样，动不动就喜欢开车，估计就不邀请你了。阿亮夺过柳如烟手中的遥控器，调到自己爱看的频道，切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再说了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开车。柳如烟不以为然，剥开个甜橘自顾自吃起来。决赛节目组又出什么难题了吗？阿亮问道。尽管最新一期未来星星还没播出，柳如烟和西优乐争夺冠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第3名徐文学票数30万，柳如烟是他的2倍，还多10万票。哪怕节目播出，徐文学也不可能实现反超。决赛选手自由发挥，并且实时直播。柳如烟将包好的甜橘整个塞进嘴里，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自由发挥就简单多了，系统抽奖1次5000声望值，定制歌曲要1万。既然没有任何要求，阿亮可以省下5000声望值。等等，放下！阿亮制止柳如烟把包好橘子吃进嘴里的行为。干嘛？柳如烟吓了一跳，没好气说道，我要吃。阿亮伸出手，自己没手没脚不会包啊。柳如烟拍了下阿亮的手，某人跟条咸鱼似的，整天愁着决赛要唱什么，刚好我这里有首歌。阿亮翘着2郎腿，陛下，臣妾多嘴，还请陛下饶恕臣妾。来，臣妾将功补过喂你吃。柳如烟把甜橘放在阿亮嘴边，张嘴。阿亮一口吃掉包好的甜橘，老妈买的橘子就是甜。阿亮看了眼戏精病发作的柳如烟，爱妃愣着干嘛？继续给朕包。陛下，臣妾耳朵没聋。柳如烟撅着嘴，继续开始包橘子，然后递到阿亮嘴边。陛下，没了。柳如烟看着空空荡荡的果盘说道，老妈买的甜橘全被阿亮给吃了。陛下，那首歌。柳如烟眼神充满期待，冰箱里有西瓜，喂我。阿亮表示还没爽够，这可是千载难逢使唤柳如烟的机会，不能白白浪费。好的呢。柳如烟微笑道，屁颠屁颠跑到厨房，把冰镇好的西瓜取出来，一勺一勺喂给阿亮。凉死你！柳如烟在心中吐槽，陛下，要不臣妾嘴对嘴喂你吧。柳如烟突发奇想，大可不必。阿亮及时制止柳如烟开车行为。遛弯结束的刘母回到家中，看到客厅的场景，刘母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阿亮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，坐在他旁边的柳如烟正在徒手剥瓜子，将包好的瓜子肉喂到阿亮嘴边。妈，吃瓜子不用嗑，一把塞进嘴里可香了。阿亮说道。柳如烟心疼地看着自己刚做的指甲，臭男人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。今天爱妃的表现朕很满意，明天继续。阿亮轻飘飘说道，这种帝王般的待遇肯定要多享受几天，不过也不能玩脱了。明天晚上把歌交给柳如烟，明天继续。柳如烟决定忍辱负重，臣妾恭送陛下。夜深人静，阿亮打开系统版面，花费5000声望值进行抽奖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歌曲《青藏高原》。阿亮独生子警告，决赛柳如烟唱青藏高原，怕是唱着唱着直接咽气，还剩1万声望值了。阿亮意识到件事，抽奖开盲盒固然能获得不错的歌曲，但想要抽到适合柳如烟演唱的歌曲还是太难。不过也不亏，这首青藏高原，阿亮早晚用得到。系统
我要定制一首歌曲。阿亮将柳如烟的音域以及定制歌曲的要求说了出来。几秒钟后，机械冰冷的话传进阿亮耳中：叮，恭喜宿主获得歌曲赤灵。赤灵吗？阿亮喃喃自语。既然系统给出这首歌，证明柳如烟的音域达标，有实力演唱赤灵，这就足够了。次日傍晚，阿亮将 U 盘交给柳如烟，看完歌词，听完伴奏，柳如烟罕见没有跟阿亮乱闹，火急火燎前往练歌房进行练习。未来星星最新一期，光是预告片都让观众感觉极为精彩。导演很懂得吊观众胃口，先是以运动员狄兴邦为主题，要求4位选手演唱一首歌曲。预告片中，梁心怀那句“你的这首最初的梦想不输西优乐的无悔”也被剪辑进去。紧接着镜头切换到震惊一片的观众席，我的5万票投给女导师广思颖，表情纠结，还没说出选手名字，预告片戛然而止。导演这波操作引起观众吐槽，寄刀片、寄砖头的留言高达999点赞，不过也成功引起观众的兴趣。周六晚8点，无数观众守在电视机旁，等待未来星星最新一期播出。阿亮对结果早就心知肚明，但架不住柳如烟软磨硬泡，一家人围坐在客厅观看节目。徐文学和王文轩翻唱的都是蓝星经典励志歌曲，导师给了不错的评价。西优乐出场后，一首无悔将观众惊艳到了。全永思写的歌词一如既往的厉害，王牌作词人不愧是王牌作词人，据说他可是喜天娱乐的定海神针，一个人写歌捧火好几位天王级别的歌手。西优乐的声音跟这首无悔也很配。预告片中导师光思颖应该把票投给西优乐了吧？我的音乐软件最喜欢又要多一首歌了。这首无悔歌词很美，值得细细品味。看完西优乐的演唱，观众下意识想起预告片梁心怀那句话：你的这首最初的梦想不输西优乐的无悔。最初的梦想应该就是压轴选手柳如烟演唱的歌曲吧？珠玉在前，梁心怀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，观众聚精会神，哪怕此时已经快到10点，也丝毫不觉得困。怎么柳如烟表演的时候舞台灯光打暗了？许多男观众表示不满，毕竟一边看美女一边听歌，这多是件美事啊！突然，柳如烟身后的大屏幕播放视频，伴奏随即响起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的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到得到远方？视频中出现狄兴邦年轻时的羞涩面庞，以及初次参加比赛因为紧张错失冠军的自责和难过。歌曲来到高潮部分，最初的梦想，最要去的地方，怎么能在半路返航？参加第14届奥运会110米栏预赛，狄兴邦跨越首个栏杆，重重摔倒在地。在现场山呼海啸的加油声中，狄兴邦咬紧牙关，单腿跳向终点，留下职业生涯最后的绝唱。看到这里，泪点低的观众眼眶通红，抽出纸巾擦拭泪水。我好像理解梁心怀那句话了。这期节目柳如烟的确不输西优乐的演唱，神仙打架呀！今年的未来星星决赛有看头了，西优乐和柳如烟我都喜欢。今天把票投给西优乐，明天把票投给柳如烟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看完节目，让阿亮遗憾的是，导演并没有把伊秀明那段弱智发言剪进去。啪啪啪！柳如烟疯狂点击鼠标刷新着未来星星官网，查看自己票数增长速度。比起柳如烟票数增长，阿亮更关心的还是节目播出后自己获得了多少声望值。恭喜宿主获得60声望值，恭喜宿主获得80声望值。悦耳的提示声接连不断，1个小时阿亮就获得2万声望值，还在不停增长。近2期未来星星，阿亮的名字观众记忆深刻。柳如烟的爱你。最初的梦想歌词、编曲，通通都是由阿亮制作而成。导师梁心怀更是有事没事就提起阿亮，可谓是存在感拉满。啪啪啪，房间充斥着柳如烟点击鼠标的声音。此时节目刚刚结束播出，又是凌晨。每次刷新网页，柳如烟和西优乐的票数肉眼可见的飙升，75万票、80万票、90万票，一直到4点，两人票数增长才逐渐缓慢下来。阿亮反超了，我反超了！柳如烟激动地跳在床上，抱着昏昏欲睡的阿亮左右摇摆。吧唧，柳如烟狠狠亲了口阿亮，幸好我年轻，否则早晚被你吓出心脏病。阿亮揉了揉眼睛，反超了。屏幕中票数排行第一的不再是西优乐那张高冷的脸庞，柳如烟取而代之，两人票数也是高的离谱。柳如烟从70万票来到130万票，西优乐从85万票增长到125万票。排名第3和第4的徐文学和王文轩有点惨，票数几乎没怎么动过。你跟西优乐只差5万票，小心他后面反超你。阿亮泼了盆冷水，以解柳如烟打搅自己美梦的心头之恨。乌鸦嘴，柳如烟打了个哈欠，他熬到现在早就困得不行，确定票数反超，躺在床上倒头就睡，回你房间睡。阿亮无奈道：不嘛不嘛，人家困死了。柳如烟撒娇道：柳飞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朕后宫佳丽3000，独宠爱妃你一人，一起睡就一起睡呗，又不是没有一起睡过，即便困得下秒就能睡去。柳如烟仍然不忘戏精本色，看着赖着床上的柳如烟，阿亮只得把空调被盖在她身上，避免着凉。凌乱的秀发遮挡住柳如烟的脸庞，樱桃小嘴显得秀气可爱，红润的光着透着果冻般的质感，有种莫名的吸引力。由于柳如烟的睡姿太豪放，将2/3床霸占，阿亮只得缩在角落寻找虚无缥缈的睡意。爱妃，陪朕躲猫猫。柳如烟侧过身子，一把从后面搂住阿亮。爱妃，柳如烟戏精病很严重啊，可不应该是陛下陪臣妾躲猫猫吗？看来要抽空跟柳如烟去趟医院，检查下她精神是否正常。今天梦游成皇帝倒也还好，明天梦游成土匪怎么办？阿亮盯着天花板，刚有些困意。爱妃，嘿嘿嘿，朕抓到你喽！柳如烟冷不丁地说道。这梦到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情节？窗帘没拉，阳光刺眼。阿亮从睡梦中缓缓醒来，这是什么姿势？柳如烟在上，自己在下，难怪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不仅如此，柳如烟还搂着自己脖子，自己甚至能够听到柳如烟的呼吸，还有柳如烟身上淡淡百合香。爱妃，飞你个头！阿亮推开柳如烟，这简直就是谋杀呀！以前怎么没发现柳如烟睡觉有多动症的癖好？柳如烟满脸迷茫，睁开眼睛，看到阿亮嫌弃的表情，死鬼！吃干抹净就想撇清关系，你差点把我压死。阿亮说道。那下次我在下面，你在上面。柳如烟笑着说道。吃早饭。刘母敲了敲房门，没有下次了，我不可能跟你睡第2次。阿亮推开门，把手前往洗漱间。无情的男人。柳如烟穿着粉红色拖鞋走到客厅，洗漱完毕，阿亮坐在椅子上享受早餐。真不要脸！柳如烟气愤地说道。谁惹柳如烟了？竟然发这么大火，票数怎么差距这么大？阿亮看向柳如
如烟手机上轩怡然给他发的图片。西优乐以180万票重回榜首，柳如烟135万票重新回到第2的位置。阿亮记得清楚，凌晨4点的时候，西优乐是125万票，现在上午7点钟，也就是说3个小时有55万人给西优乐投票。这55万人挺闲了，凌晨不投，非要熬到4点多才投，难道是刷票？西优乐看起来不是那么蠢的人，这种恶劣行径一旦曝光，会影响他的星途。很快，阿亮搞清事情真相。凌晨5点钟，伊修明发了条微博，内容大致西优乐是他的朋友，希望自己粉丝支持西优乐，下方还有投票的链接。原来是舔狗伊修明在微博给西优乐拉票。可让阿亮没想到的是，给西优乐拉票的明星远不止伊修明一个人，影帝秦德明、摇滚天王孔心腾，以及近2年爆火的流量明星小鲜肉华高卓，接近20位明星给西优乐拉票，这阵容十分豪华。发的微博内容千篇一律，要么说是西优乐是朋友，要么说是晚辈。总而言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给西优乐拉票。华高卓的微博更是离谱，直言他是西优乐的粉丝迷弟，就差跪在地上舔西优乐。西优乐究竟什么身份，竟然能让这么多明星为他拉票？阿亮并不认为舔狗伊修明能请得动影帝秦德明、摇滚天王孔心腾这种级别的明星。回想起伊修明对西优乐恭敬的态度，阿亮可以确定西优乐身份不一般，请得动金牌作词人全永思为他写歌，现在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阿亮在浏览器查到的资料，给西优乐拉票的都是喜天娱乐旗下的艺人，包括金牌作词人全永思180万票、200万票，未来新星官网西优乐票数涨幅速度简直夸张。反观柳如烟，每次刷新西优乐10万票、10万票的涨，柳如烟最多涨1万票。别人开挂开的还不是普通外挂，是秒人挂，怎么玩？阿亮望向坐在旁边的柳如烟，一般这个时候柳如烟会选择摆烂，然后吐槽不公平诸如此类的话。让阿亮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连觉都没补，简单化完妆离开家门。你干嘛去练歌？让阿亮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不仅没有摆烂吐槽，还激发了他的斗志。这孩子天天练歌，嗓子怎么受得了？老妈心疼的说道：“我等会去买点金银花泡上一壶，你给你姐送过去。”叫了个网约车，阿亮来到柳如烟练歌的地方，老妈给你泡的金银花茶。阿亮把水瓶递给柳如烟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渴死我了。”柳如烟坐在椅子上休息，反正没外人。柳如烟毫无形象，大口大口喝着茶水。丹姐给你找的地方不错。阿亮打量着眼前的练歌房，墙壁贴着灰色隔音棉，哪怕声音再大，也不用担心吵到别人。丹姐人的确挺好。柳如烟说道：“人就算再好，你也不能现在就跟他签合同。”阿亮提醒道：“未来新星冠军争夺仍然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还不好说。”尽管西优乐靠着一众明星拉票，跟柳如烟差距越来越大，可阿亮对柳如烟有信心，对赤灵这首歌更有信心。知道了，等节目结束我再考虑签约娱乐公司。休息结束的柳如烟准备继续练习。等等，决赛应该有伴舞吧？阿亮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有的，我下午要去现场排练。